金盛集团啊，没听说过。1个月5000的破底薪，还没我一个包贵呢。对不起啊，我要找的是人类高质量男性。我们在一起以后，我希望你能经得起一个夫妻该有的责任，还有家里的保姆费、水费、电费，这个也需要你承担。根据检验结果，您这身的状况非常不好。我还能活多久啊？你最多还能活半个月。哎呀！大夫，我今年才28岁，我没结婚，没娶媳妇儿。大夫，你是不是看错了呀？哎呀！哎呀，完了！像你这种情况，想结呀，怕也来不及了。我算是明白了，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临死了钱没花了。于是我决定，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给那些同样得了绝症的女孩子们一次爱上我的机会。我叫林峰，曾是知名上市公司的主管。那些年，想和我交往的女孩挤满过整个餐厅。哎，大兄弟，你做什么买卖的？今年多大了？哎，帅哥，你要找什么条件的？我把我女儿赶是给你，好不好？叔叔阿姨们，条件不限，长相不限，绝症优先。条件不限，长相不限，为啥找个有绝症的？你这么年轻帅气又有钱，干嘛要找个绝症做老婆？这不是脑子不正常吗？本人身患绝症，想找一样同样患癌的有缘人闪婚，彩礼100万。你自己有绝症，谁敢把闺女嫁给你一个快死的人呢？就是，你再有钱，我也会把姑娘嫁给你呀。刚结婚几天就得当寡妇了，神经病！别搞事一场。走了，走了。大家别走，大家别走，彩礼可以再加。叔，我有钱，你看，我有钱呐！哎呀，装什么大款呢？傻子也不会把闺女嫁给你这种屌丝啊！屌丝就屌丝，来这个得了，学这个。房也卖了，车也卖了，我辛辛苦苦攒了500万，我就想临死前我结个婚，怎么这么难呢？哎呀，叔叔阿姨们。条件不限，长相不限，绝症优先，有没有缘人呢？妈，我正在煮呢。绝症优先，条件不限，长相不限，癌症优先，还给100万彩礼。找人结婚，今晚就动。啊，姑娘，这么急啊？那你这患的是什么病症？哎呀，可惜了，这长这么好看，得癌症了。给100万彩礼，确定？可以议价。我差价。好，现在就去领证。啊？哎，老板。刚才我给你扯横幅的钱还没结呢。多少钱？我们哥俩1人200。算吗？这女人好，过去了。就她。
哎，咱们这就结婚了？妈，我结婚了，通知好亲戚朋友，让他们准备好份子钱。我现在就带老公回家。啊？回家？我啥也没准备呢，姐。坐吧，这有水果，你吃一点。你怎么回事啊？就算要抢家产，也不能找个绝症的人来结婚呐！你不说怕顾威分担家产吗？我这找个绝症的回来，又能继承家产，又不担心被他分担，这不一举两得吗？他就几个月的寿命了，要是过几天他瘫痪了，我是不是还该请个保姆伺候他？我看人家给100万几个礼呢，不过当你几天个月的。100万！哎呀，够！对了，妈，他不知道咱们家是南城首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他不知道你是首富，还第一次见面就给你100万的彩礼。不对，你别被他做局了。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咱不客气。那个小伙子，我多一句嘴啊。你这个病还有的治吗？大夫说了，脑癌晚期，最多能活个10天半个月的。是太可惜了！你说你这么好的小伙子，91年找事的，真是太令人惋惜了。初次见面，没想到他们这么关心我的病情，太感人了。谢谢阿姨。哎呦，你这什么话呢？你都跟我闺女领证了，还叫什么阿姨呀？叫妈。妈。妈！那顶级的牛排吃了3斤，哎呦，胳膊大的吃了1整个呀！吃这顶级的红酒，还当汽水喝啊！胃口这么好，还真的是癌症晚期啊！可能绝症的人都这样。不行，我再试试他。乖女婿啊，你喝多了啊，回屋休息吧。没喝多，妈，没喝多。那点妈，你打算怎么试啊？我有我的秘密小药方，他是不是癌症啊？一试便知。这怎么试啊？这杯是你的，没药；这杯呢，是他的，有药。别弄错了啊！妈，他是个病人，你不能随便给他吃药的。哎呦，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他要是喝了没反应呢，那可真是癌症啊！那他要是有反应呢？那就是他根本就没病，是个骗子。他要是敢对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啊！妈，这到底什么药啊？别问了，快去吧！林峰，林峰，出来喝点水啊！谢喽。是哪杯下药来着？干杯！哎，谢喽。老婆，
么这么热？热？那我把空调调低点。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t walk away when your love is deception? I'm in it, and so there within the light. How can I be sure? 老婆， I fall in love too easily. I fall in love too fast. I fall in love too terribly hard. 老婆，咱俩才刚领证，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林芳，装什么矜持？你还是不是个男人？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Baby, love me. 什么情况？他怎么掉了？陈主任，前几天来体检的叫林峰的病人资料我整理好了。林峰，他的资料不是在我这儿吗？糟了，这接诊的是另一位82岁的大爷，两个人都叫林芳，检验结果给错了，我要通知他，赶紧。这么狂野吗？那我也不甘示弱。喂，谁？林先生，是我，上次给您体检的陈医生。陈医生怎么又是你？陈医生是吧？怎么又是你啊？我说了，这病我不治了，不治了，听不懂吗？你长得又丑，个子又矮，你还没有钱，解释什么解释？挂，滚！林先生，您听我解释，其实陈医生怎么了？患者把电话挂了。哎，小李，立刻帮我调一下资料，查一下他的家庭住址。对，我怎么把衣服脱了？要不老婆，继续，我这太粗了。怎么样？有反应吧？有反应，不过是我有反应。哎呦，死丫头，你该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你放轻一点啊！皮佳说了嘛，我刚才听见医生给他打电话了，让他住院治疗，应该错不了。哎呀，这我就放心了。你可千万别告诉他说咱家有钱的事儿，明白吗？嗯。大小姐，老样子全部都是高端精品水彩，全部都是按照夫人的吩咐做的，像廉价的一样。好，快走了，别让我老公看到。好的。老婆，嘿嘿嘿，咋了？快进来吃饭吧，这是我刚点的外卖。老婆，你这早上就吃这些？对呀，我们家平时早上都吃这些。哎呀，老婆，我知道你从小家里条件不好，日子过得艰苦了些，但是你就放心吧。我虽然就1个月时间能活了，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咱不吃这个了。走，老公带你吃大餐去。哎，不用了，这些挺好的啊。
你是我老婆，而且又是知道我得癌症以后还愿意陪在我身边的人，你就别推辞了，听我的，今天必须带你吃顿。走。哎呦，老婆，这是首富苏氏集团旗下最大、最好的饭店，今儿个咱在这儿随便走。我当然知道，这就是我家开的。大小姐，您来了。大小姐，大小姐，那个，你刚才叫她什么？哦，我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里边请。啊，走。奇怪，大小姐今天怎么这么低调？老公啊，他这太贵了。我知道对面有间小吃街，他家馄饨特别好吃，咱们去那儿吧。走。老婆，不用给我省钱，咱家不差钱。不是，是万一你这病还有的治，咱留这钱治病了不是？快走吧啊，老公。老婆，你对我真好。实话实说，我要是没有得癌症，还能娶到你的话，那真是太好了。你不管了，你就听我的，今儿咱就在这吃，这顿饭我肯定请。你给咱妈打个电话，把她也叫来。这个不用了吧，老公，咱妈她那个，她上班呢。她这么大年龄上什么班啊？他妈呢？他平时就是没事打扫卫生，然后手底下带几个人，就这样啊。保洁呀。哎呦，这不行，这活又脏又累。你跟妈说，咱这活以后不干了，我留点钱，我给他养老。看，你们一天都什么样子？给我坚持100。我2个月来一次，你们就这么懒散吗？一个2个的，还想不想干了？怎么？你来我们舒适也有10年了吧？啊？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啊？连饭店的门口都扫不干净，这你还看不开啦？是，夫人交换的是。完了要露馅了。老公，你刚刚不是说饿了吗？咱们就去大餐吧啊！快走！你看那个血人像不像咱们？老公，你指定是看错人了，咱妈怎么可能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快走吧，以后没位置了。别人做了事。咦，你说小陈呢？他怎么把林峰带到这儿来？老婆，这什么情况？乌漆嘛黑的，也没个服务员来招待我。别着急，待会儿就来。我去，这太漂亮了！老婆，你看，都水晶的，好看。里面这花多少钱？来，别闹，说。说好饭店，欢迎2位贵宾到来。我是经理陈帆，接下来有为2位带来最贴心服务。您看看想吃点什么？那个澳洲的鲍鱼，我要4个。先生，我们这鲍鱼啊，10只起售。10只？那，龙虾吧。2斤的龙虾，给我来2只就行，2人。先生，我们饭店啊南城顶尖，最小的龙虾就得20斤呢。20斤？那个老公，其实我也不太饿，要不然咱们去外面吃吧，随便吃点就行。那不行，
老婆，我知道你身患什么绝症，一直不和我说，是怕我担心你。虽然我们还能在一起的时间也就10天半个月了，但也算是彼此陪伴走过最后的时光了。你就放心吧，我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定尽好一个丈夫的责任还有职责。我带你吃好的，咱喝好的，咱想买啥咱就买啥。你放心吧，咱家不差钱啊，你就听我的。行，就按我老公说的来。是。走。哎，这地儿是得高级。来，把鲍鱼放我老婆那儿。那个老公，我先去个洗手间，你先吃哈。哦，行，那你快点回来啊。妈，哎呀，我的姑奶奶呀！你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不是我带他来的，是他带我来的。他带你来的？哎呦嘞！该不会是他知道你是南城首富了吧？故意带你来到自己的餐厅里边给你上套的？妈，我看林峰他这个人挺好的，要不我们把真相告诉他，好不好？不行，咱们孤儿寡母的，外边多少人觊觎咱们家的财产啊！是，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查他的底细，看看他的化验单到底从哪来的，哎，到底有没有得什么癌症啊？妈，他们不是那样的人。管好你的嘴巴啊！回去。喂，哎呀，老婆，你可算回来了！他家这龙虾味道还真别说啊，挺不错。我吃了不少，那剩那点我实在吃不了，就给你了啊！哈哈哈。这顶级饭店食材，名不虚传。哎呀，要不是我得癌症了，平时还真舍不得来这吃呢。嘿嘿，其实哈芝的粤菜才最好吃。老婆，你来过？哦，我没来过，我也是听说的，听说的。尝尝，吃口。其实我觉得吧，他家这个菜品应该再调整调整。我看了菜单了，有一半都是粤菜。我觉得咱们南城大家口味还是挺重的，换成川菜吃着更多。没想到他脑子还挺灵光，这个建议我也提过。服务员，买单。先生，您本次消费一共125768，给您抹个零，125000。这么多？那我这500万也花不了2天啊。我记得你们饭店有癌症优待是吧？我老公癌症。啊哈，对，是，有那个，我们苏总是最出名的慈善家了。那个，我们苏总啊，特别爱乐于助人。哎呦，是吗？那二位本次的消费免单。癌症优待还有这好事儿？人家饭店这么大，不差咱们一顿饭。行，那帮我谢谢苏总，别麻烦你了，没有。老婆，我本想带你吃顿好，这钱也没花出去。哎，要不这样吧，我带你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什么意思呀？2个字，消费，咱就买。等着，我叫车。哎，你好，租车行吗？给我整一辆大奔。
再给我配个司机啊！走。我去！哎呦！宝宝，这车太帅了，这才是我应该有的座驾呀！大小姐，火车站走不走？哦，呀，哦，这不是我说的是吧？哎呦，老婆你也不拉着我点，你这多丢人！师傅，不好意思，添麻烦，您走，您走。老婆，这就是我租的车，8分。公主请上车，出发喽！来，大小姐好不容易出山一次，我得在她面前好好表现呀！这到时候升职加薪的机会不就来了？苏，去那边看看。苏总今天什么情况？你不知道，苏总啊结婚了，旁边扒着是她老公，估计啊不想让她知道真实身份吧。老婆，刚才那些保安和店员看咱俩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呢？可能是咱们两个气质不凡吧。是吧？嘿嘿。老婆，这家店我知道，那里面的东西都老对了。好，给你挑俩。哎，走。买安，刘 Sir。我是不是在哪见过？这吧，我看山上也很有眼缘。不对，你刚才是不是在饭店？肯定是你。我们是坐车来的，你怎么可能给我害？衣服呢？哎，不好意思，先生，你应该是认错。认错人了。我认错了？待会儿老公无论买啥，你都不能丢他面，听到没？明白。林峰，你这样的穷屌丝来这种高端的奢侈品店干什么呀？孙茜、吴强，他们是谁？一个我前女友，另一个我前上司。孙茜，原来你当时那么急着和我分手，就是为了和吴强搞在一起。你说什么呢，林峰？我跟你分手，那是因为你穷，你矬，你没本事。我怎么了？被我甩了之后受刺激了？找个这样的货色过来气我？就你也配？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俺们家吴强马上要升任金盛集团的副总裁了，他负责的项目那可是得到了南城首富苏氏集团的高度认可。苏家一高兴，收购了金盛，那俺们吴强可就是苏氏旗下的红人了。他私吞了我的项目成果，还往自己脸上贴金，你要不要？我就是私吞了，哎，你能把我怎么样啊？重我呀！金盛的项目企划书我看过，做的无可挑剔。
原来是林峰做到的。区区一个小公司的副总，小心升个牌，将来调得更高。小公司，哼，有眼无珠。就你这样的呀，也就只配嫁给林峰这样的废物。整个商场都没人敢和苏总这么说话，你们惨啊！亲爱的，你说了，你今天要给人家买包包的，人家要最贵、最漂亮、最好看的那一款包包。你们这个店里最贵的包是哪一款呢？这款永夜玫瑰全球限量1件，整个南城仅此1件，售价180万。给人家买，给人买。傻卡，慢着，这款包我们要。林峰，就你那点臭工资，你给我买个啥呀？我告诉你，这家店可是会员制，没有 VIP 啊，你一件都别想拿走。俺们吴强就不一样啦，他可是这家店的 VIP。二位，是这样的，这款永夜玫瑰是本店的限量款，至少要到达本店顶级 VIP 级别，并且每个月至少消费达到80万才有资格购买。80万，就算现在开始消费的话，要到半年才能达到的顶级会员，才能有资格买这个包。是的。不是我说，你们这店里这什么破规定啊？不好意思啊，女士，毕竟这款包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哼，那看来千不是万能。你得意什么呀？我们没资格买，你就更没资格买了。这位先生的确有资格购买，他是本店的顶级 VIP。什么？他有资格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什么时候成为你们店的顶级 VIP 了？哎，先生，这件事只有你老婆才能给你解释。我老婆？老婆，他们说我获得了这家店顶级 VIP 的。对，就是我有一个姐们是他们店的投资人，所以呢，咱们可以用她的顶级 VIP。对，好，对，是这样。先生，由于您是本店的顶级 VIP，这款包给您按半价。半价？1得1，2得2，3得3，不是半价哦，那直接省了90万。说，先生，哎呀，这款包啊，老婆，送给你。都怪你！你怎么连林峰你都盯上了？他，我也没想到他是个顶级VIP。这下次来买包呢，记得提前做好攻略哦。OK。二位慢走。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个废物！ 소리 없는 외침 속에 내 가슴 쉬어 아무도 대답 없는 이곳에 수면 위로 날 이끄는 너의 손길 接个电话。小婵，喂妈，怎么了？
你们在哪儿呢？我在逛商场呢。我查到医院那边的消息了，立刻回家。妈，我回来了，嘿嘿，我给晨晨买新包。老婆，我人还没吃饱，我找点东西吃啊。去吧。妈，林峰给我买。对了，妈，你不是去医院打听林峰的情况了吗？怎么样？我呀，已经派人去医院查了，他到底有没癌症，咱们一会儿就知道了。好。不对，差点香油。20年的老费，这么多票，有罪去。我记得咱们你们饭店有癌症优待是吧？我老公癌症。大小姐，不对啊，苏启年明明和我说，自己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而且和我结婚的时候，还问我是不是真的给彩礼100万。我一直以为他是为了这彩礼100万才和我结的婚，难道他也是在骗我？林峰，你怎么在这喝剩的汤啊？我让咱妈重新给你煲一份。苏俊辰，你来的正好，你有事瞒着我是不是？怎么了？你其实一直都在骗我，对不对？你家很有钱，对不对？我别狡辩。林峰，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有意骗你的，我也是有苦衷的。苦衷，这就是你和我说的苦衷。哎，咱们南城首富苏家和你有关系吧？哦，我们今天吃饭那个饭店也是苏家的吧？你还和我说癌症免单，好玩吗？苏俊辰，我真的以为我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遇到了一个很好很好挺好的女孩，我很喜欢你的，但我没有想到你和无层那些人一样，虚伪、骗我、耍我。没有，林峰，我真不是有意。别和我解释，您是一个大小姐，我就是一个将死之人，您跟我玩这种游戏有什么意思？您这么有钱，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人随便你去玩，你和我玩什么游戏？你听好了，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林峰，
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哎，林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那怎么又是你？你怎么阴魂不散呢？我不是，别跟着我！哎，林先生，我跟你说，之前是我们。你怎么了？林峰呢？林峰看见你把钱藏在冰箱里了，一气之下就走了。过几天你们就要举办婚礼了，你就该正式的继承家产了。你赶紧把他人给我找回来。喂，苏总，按您的吩咐，今晚的金盛集团新任董事长的接风宴会已经准备好了。派车来接我，再多派几个人去找我老公。您老公？您是说林总？对，他是金盛集团新任董事长，他不去，谁都不可以动筷。是，我现在就去派人见林总。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本来想收购金盛集团，给林峰个惊喜，可没想到他现在跟我置气，我只能派人去找他。他都活不了几天了，能当好这个董事长吗？他的能力我调查过，没有问题。至于让他当董事长，我也只是想在他生命最后这段时光能够开心一点。我操！这他娘当初在公司，我切切看看我有多忙，这怎么这项目成果摇身一变，让这个吴强给私吞了？是，我凭什么呀？他摇身一变当了副总，我永远只能当个背锅的。行，反正老子活不了2天了，你们活的都别想好过。连总，您终于到了！哎呀，苏董这满城找您呢，没想到您先到了呀！别少跟我废话，稍后说，给我拿把菜刀！林总，您这是要露一手？我让你拿你就拿。哎，好了，您稍等。金盛集团的人今天都在这儿是吧？不，他们就在最里面的包间，都等着您呢。等我？他们知道我要来。您不来，谁敢动筷呢？行了，你吴强，你有种！今天老子就跟你同归于尽！行，你给我拿把趁手的菜刀，越锋利越好。好嘞。各位，待一会儿啊，新任董事长就要来了，大家呀一定要好好的表现，给我们金盛集团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吴总放心。哟，哥儿几个都在这。李总，谁让你回进来？他怎么也来了？听说得了脑癌，活不了几天了。地方选的不错嘛。李总，你耳朵聋了吗？这里是我们金盛集团高层的宴会，你一个已经辞职的小高管，有什么资格进来？赶紧滚！李峰，这个主座可是留给我们新任董事长的。哎，你有资格坐，赶紧滚！我让你起来，你听见了没有？不起来是吧？我让你把他滚出去！干什么？干什么？不就是一个座位吗？我凭什么不能坐？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的就有资格坐这个主位是吧？赶紧滚什么滚？要滚也是你滚！林峰，你是不是癌细胞入侵大脑了？你知道今天的场合有多重要？我看他八成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今天过来找死的。哎，别说，你还真就说对了。老子今天能来，就是找死来了。你想死啊，就赶紧的去死啊！别赖在这儿。等一会儿新任董事长来了，谁也保不住。我今儿个来，等的就是这个新任的董事长。
林峰，吴强现在可是金盛集团的新任副总，你也是在金盛集团带过的。吴副总如今能这样劝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他给我面子，好，那老子今天我好好跟你们掰扯掰扯。咱就说去年那个什么狗屁的星光计划，老子他娘的熬了3天3夜做出的计划案，怎么反手就被他占为己有了？有这事吧？哎呀呀呀呀！咱再说上一个季度380万的项目拓展费，最后进了谁的口袋？进了谁的账户啊？哎呀呀呀！咱再说说城南那个项目开发的项目，我是整个项目的发起执行人，为什么和苏氏集团签订合同之后，最后的负责人成了他娘的吴强？那是因为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你独吞，是你见钱眼开，是你心太他娘的黑了！金宝，你别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你个傻逼，3个小小的副总，你偷着乐吧你！没有老子，你们这辈子店长和苏氏集团天我告诉你们，没有老子，凭什么我他娘就不能做这个主管？李峰，什么？你有什么要求？你告诉我，我补偿你。但是今天这个场合，那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那我让你死，你死不死？你什么你？你什么你？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很不高兴。你们谁都别想好过啊！我今天就等着新人董事长来，我要一个我公平。李峰，我跟你说，李峰，你把头放下啊，咱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喂，苏总，是我，林总他已经到了。哦，他竟然比我先到了。对，他现在在哪儿呢？刚找我叫你给他做补刀，人现在已经进包间了。什么？他要刀干什么？这个我没问，他只是说要一把趁手的，做骨头的最好。我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遇到了一个很好、挺好的女孩。你和吴强那些人一样，耍我！坏了，他这里要砍人，你快去拦下！人？今天不是他上任董事长、接风洗尘的日子吗？任经理，刀已经送进去了。出大事了！走。对吧？你把刀放下啊，咱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林峰，别冲动，你还年轻，千万别冲动啊！吴强，快给林峰道歉呀！快！李峰，你有话好好说。我知道你心里边不舒服啊。你叫我什么？叫我什么？老子还没使劲呢。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恨啊。这样，我给你10万，你看行不行？老子缺你那10万块。把头放下啊！我说了，老子今天就要一个他娘的公平！我不知道，我错了，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你可不能冲动啊！别冲动，嘴硬是吧？我吃你的！快拿着！林峰，你是不是疯了？你来干啥？我要是不来的话，你是不是要砍了他？林峰，我要报警，我要把你送到监狱。老公，我知道你有气，但我真不是刻意隐瞒你的。今天这场金凤宴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啊，你看，金盛集团的收购合同怎么在你手里？又见面了，吴副总。啊，你到底是谁？我说过，你区区一个小副总，升得也快，掉得更快。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苏氏集团的继承人，苏家嫡长女苏锦恒。你是苏家嫡长女？
我本来今天想过来给你个惊喜的，我没想到你比我先到了。现在你消气没？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会是苏家人？我现在以苏氏集团最大股东关联方的身份正式宣布，金盛集团从此以后与吴强的所有合作就此终止。完了，有苏家人撑腰，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惹林峰了。愣着干什么？赶紧跟吴强撇清关系啊！林董，我举报吴强，他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家几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亲戚安排进公司，光领工资不干活，吃空饷都快3年了。对，还有，他经常挪用公款，请他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开的发票全是商业招待，我都发现好几次了。他提广开旅费，上个月去三亚，住的是普通酒店，原来报销单上写的是5星级。他还暗示我，想要升职就得给他送礼。吴强，你还有什么好说？苏总，我真的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就是你之前在公司一直打压我老公，窃取他的劳动成果是吧？吴强，赶快给林董和苏总道歉！就是，你怎么敢对苏总、林董如此大不敬？林董、苏总，您2位千万别跟他这种小人计较，他不配。苏总、林董，哎呀，是我错了，是我这个，求求你们，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啊！我呢，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老公，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我已经把金盛集团关于我的所有股份都正式赠与你了，你呢，以后就安安心心当你的董事长就好了。老婆，我之前也是冲动了，你真好。没事儿，你开心就好。服务员，点菜。苏总，那什么，先给我老公来份海参，其他的呢就按预定的上。好的，请您稍等。都愣着干什么？坐啊，坐啊。胡副总，哦不，钱副总，怎么了？这里的饭菜是不合您的胃口？快吃！服务员，给这位先生来一碗白开水，最烫的。我看这位先生脸色不错，给他暖暖身子。老婆，我这都吃第5碗了，吃饱了。你们呢？都吃饱了吗？饱了。行吧，那今天就这样。从今以后呢，我老公就是金盛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林董，恭喜林董，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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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呀，强哥！林峰，你怎么在这儿啊？这还穿的人模狗样的，说吧，今天又跟着哪个大老板来的呀？住口！你怎么跟林董说话的？哪来的疯女人，敢对林董事长不敬？强哥，这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都对林峰那么客气？他现在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董事长？他成金盛集团的董事长了？林董啊，不，林哥哥，刚刚这是我不懂事了，真是恭喜你啊，林哥哥。这以前别怪我不懂事啊。老婆，我这海参有点吃多了，有点恶心，咱还是走吧。啊，这味儿大。林先生，又来，那个赶快把这个穿白大褂的给我拦住！林先生，请等一下。这医生还真执着，竟然都追到这儿来了。
林先生，请等一下，林先生。对，哎，通知下去啊！我女儿锦城3天后举办婚礼，地点呢就定在那个咱们自家的5星级酒店的宴会厅。哎，沈凌啊，我女儿呢3天后就要举办婚礼了，你这个当后妈的可要记得来啊！到时候婚礼一办，家产就彻底的落袋为安了。沈凌，我看你，跟我到。秦曼这个蠢货，动作还真快。妈，那2个蠢货啊，真的是太傻了。我专门派人查了这个林峰，家庭背景简单的可怜，父母双亡，而且我查到他身患绝症，脑癌晚期，没有几天可活了。绝症？我明白了，哼，找个快死的人假结婚，骗过家族信托条款，先把财产弄到手，等这短命鬼一死，财产自然又会回到他女儿的手，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妈，那我们怎么办呀？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家产落到他们的手里吧？结婚？想得美！我绝对不会让苏锦城顺顺利利的拿到财产。喂，你去仔细查查这个林峰的病历，争取把原件弄到手。原件？等到结婚当天，我要送给他们母女俩一份大。老公，明天就是婚礼了，那以后咱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老婆，以后咱家你管钱。我这儿有些卡，你拿着啊。这张我前几年送外卖攒了3万多块钱。这张从我工作到现在，公司都在里面呢，有300多万。还有这张，去年没事的时候晚上兼职看看代驾，攒了8万块。这几个你都拿着啊。老公，我不要你的钱。老婆，卡你拿着，我知道你不差我这点钱，但是咱俩毕竟夫妻一场了，我那再过个10天半个月，万一我人没了，我总得给你留点东西。我还答应过你，留钱给咱妈养老呢。啊，听话，那你先接电话。给我找国外最好的医疗团队，我要尽可能的治好我老公。好吧，好看吗？好看。快请进，请进。哎呦，三叔公，您来了呀！小陈结婚，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能不来呢？哎呦嘞，那您先坐吧。哟，季婆婆亲自在门口迎接，这阵仗可不小。老公，看到和我妈说话那2个人了，那个就是我小妈沈和集美孙女。看到了，他们笑得挺开心的，来祝福我。祝福？他们不仅夺走了我的父亲，甚至现在还想过来争夺家产，神面兽心。他们笑得越开心，吐自己憋的坏水就越多。老公，你千万别被他们热情蒙骗啊！老婆，放心，有我在。虽然我活不了2天，但是我的命就是你的命。他们今天敢欺负你和咱妈，大不了我死之前拉几个垫背。
苏家家主曾定下遗嘱，二位小姐谁先结婚，谁就能继承遗产。如今大小姐先结婚，真是可喜可贺呀！是啊，我们也算见证了这一天。要是大小姐没结婚的话，这苏家硕大的家产就要归二小姐所有了。尊敬的来宾，大家好！今天的新郎临风与新娘等等，新郎林峰是一个身患脑癌晚期、剩不到10天寿命的将死之人。小林，你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秦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为了让苏锦辰尽快的继承家产，不惜找一个快死的人当女婿。你血口喷人，我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如此一来，姑爷一死，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到财产，是与不是？你这是在污蔑，你就是在嫉妒我女儿找到幸福的人。哼，嫉妒你找了一个快死的人当女婿。秦曼，你别自欺欺人。这是病历，脑癌晚期，白纸黑字，大家看清楚。天哪，真是癌症晚期！这要是真的，那大小姐可就违背遗嘱了呀！一旦违背遗嘱，莫说是苏家的长辈不同意，集团董事会的股东们肯定不会让他接任董事长之职的。苏锦辰，竟敢违背你父亲的遗嘱，找一个快死的人结婚！现在马上交出你手中所有的产业，把这个家伙给我轰走！三爷爷，我没有违背父亲的遗嘱，我现在与林峰是真心相惜，不算违背。你们一口一个遗嘱，那凭什么我老婆和我结婚就要放弃她手中的家业？遗嘱最大，苏锦辰违背遗嘱，他就没有资格继承家业。没错，秦曼和苏锦辰联合密谋家业，应该把他们的家产全部夺回来。你们这群笨儿，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年要是没有我老苦苦支撑的苏氏集团，你们这一家子早就去外面喝西北风了。是啊，要不是大小姐，大家怎么可能每年都有这么多分红？但毕竟遗嘱在这里摆着，除非林峰没有得癌症。哼，笑话！难道没了他苏锦辰，苏氏集团还会垮了不成？各位叔公，各位长辈，大家可以想一下，苏锦辰是苏氏的嫡女，她若是嫁给一个身患绝症、朝不保夕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搞垮苏氏集团吗？锦辰，你老实告诉三爷爷，嫁给这个林峰是图苏家的产业，还是真心相爱啊？如果是为了图苏家的产业而结婚，罔顾人伦，就是违背了苏家诚心立本的祖训。想清楚了。林峰，我承认一开始接近你确实为了争夺家产，但是后面我发现我是真的爱上你。林峰，你愿意娶我？老婆，我当然愿意，我爱你。好啊，既然如此，那你就签一份协议，主动放弃苏氏的继承权。这样一来，你既不违背祖训，又可以嫁给心爱的人。没错，我苏家的子女绝不会跟一个将死之人进行联姻。如果非要嫁，你的继承权将会被剥夺。你们这是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小晨凭什么不能嫁给自己想嫁的人？签了这份协议，婚礼继续，否则我苏伯年就是死在这儿，也要坚决维护你父亲立下的遗嘱和祖训。先生，多歉。别急，我不值得你放弃家业。要确定了，我要嫁。签个屁！林峰，老婆，我是看透了，你们这一家子都是败人。
林峰，你别乱来。别怕，今天轮到我找你，反正我活不长，谁怕谁呀？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不就是欺负我丈母娘没个男人撑腰吗？好啊，那小爷今天跟你们好好掰扯掰扯。你竟然敢跟三叔公这样说话，简直大逆不道！闭上你个臭臭！签什么狗屁协议？我老苏家正统继承人，要签协议也是你这个小三上位的你们来签。你个短命鬼，竟敢在苏氏的地盘上闹！来人，给我豁出去！赶紧松手！来，等一下，林先生，肯定没有好事了，替我点子。误会，天大的误会！误会！白相，您根本没病啊！林先生，您的化验单跟另一位80岁同名同姓的患者拿错了啊！您的身体很健康，那个脑癌晚期啊，是个误诊，误诊呐，误诊。你看，这是您最新的全面体检报告，一切正常。这是我们医院的澄清说明，还有指甲函。我们找了你好几天，你见了我们就电话又打不通，地址呢？不过总算是赶上了。强强，没有必要，我不用死了。是误诊，是误诊。你没跟我开玩笑？没有，误诊。我没病，我没病，我不要死了！我不要，哎呀，我不要死了！现在，老妈，我不用死了，我不用死了，不用死了，我没有病。妈，你看看，真的我没有病，我不用死了。老公是误诊。哎呦我的老天爷，误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我女婿不像是个短命鬼吧？看着这不可能，就是你们请来的演员都是假的，那个报告也是假的，是真是假，让三爷爷看看不就知道了。是真的，这是中西医院的公章和正式文件，确实是误诊了。三叔公，就算他这份报告是真的，那我们那份病历单也不可能是假的呀。是啊，三爷爷，我们也是中心医院开的单子呀。我是林先生的主治医生，他的单子全部都是我开的，你们手里这份已经是作废了。作废的？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脑癌晚期，怎么可能是假的？要不你们看看年龄那一栏，80岁，怎么可能？各位，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我老公是误诊。现在你们谁对婚礼还有意见？你这个死丫头，怎么搞的？老公拿了份错的，我怎么知道病历单还能重名嘛？这下好了，咱俩成了笑话，亲戚都看着呢，赶紧去道歉。小陈，哎呀，小妈也是怕你被骗，所以啊，就专门找了人调查了一下林峰的背景，没想到是个误会。你确定是误会？哎呀，小陈，那小妈也是为你着想啊！你想想看，我们是什么家庭啊？那小妈也得为你把把关，不是？是啊，姐姐，我和妈也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着想啊。为小陈着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啊！如果今天不是我女婿，这个婚事是不是被你们闹的结不成了？不嫌丢人。小陈。林峰啊，刚才我也有错，没有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妄下定论了。三爷爷给你们赔个不是。婚礼继续吧。谢谢三爷爷支持。事到如今，不管林峰有没有确诊，这个婚也必须结了。
老婆，我现在没有病，你该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没绝症更好。你以为你不想当管子？谢老婆。尊敬的各位嘉宾，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新郎和新娘直接交换戒指，让我们为这位新人送最热烈的祝福。结婚了又能怎么样？想继承家产，没那么容易。可是我爸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只要苏锦城结婚，遗产就全部由他继承。到时候，他可是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别忘了，你爸的遗嘱里还有补充条款，但凡继承人的婚姻出现欺诈行为，那将自动丧失继承权。遗嘱的复印件都在我包里放着呢。妈，还得是你，我都没有想到这一条。老婆，谢谢你，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对你好。在南城，有我罩着你。哎呀，大家都吃好喝好了吧？回去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啊！陈夫人，谢谢您的宴请。哎呦，陈医生啊，我要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诚心啊，哎呦，我还真当以为我女婿时日不长了呢。好，那我也告辞了。好嘞，陈妹子。干叔公，人都齐了，现在我代表苏家这些老长辈执行一下我大侄子当初立下的遗嘱。小陈呐，你是苏家的嫡长女，集团的副总，按照遗嘱，以后苏家全部的家产和整个苏氏集团都由你来继承。至于你们娘俩，也会得到一大笔钱，但是绝对不能插手集团的任何事务，有异议吗？三叔公，我按照遗嘱来。不过这遗嘱先前也说了，这继承人如果婚姻中出现欺骗，那就要主动丧失继承权。这小陈他之前隐瞒了林峰的病情，这也算是欺骗。陈林，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阻止小陈继承家产啊？啊，你有没有为妈？凭什么都是女儿？小陈可以继承一切，雨薇不行。现在说这些毫无意义。我大侄子当初真正的考虑是想看谁更有能力。事实证明，小陈是最合适的人选。林峰说的对，没有小陈，苏氏早就垮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各方签字，签完字，财产分割完成。行了，家事处理完了，我也回去了。三叔公辛苦了，三嫂。行了，三叔公都走了，别装了，说吧，是不是你们三个串通好了骗取家产？小曼，你什么意思？我们家的家产何来的骗？怎么，我和雨薇不是苏家人啊？如果当初不是我爸找你这个小子，生下苏雨薇这个私生女，现在我们一家三口才是最幸福的。你们两个永远配不上苏家。苏锦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不知道这些年你们往外转了多少遗产，这些我都可以不追查，但是从此以后你们和苏家再无任何往来。
我也以后不想在南城见到你。赶紧出去！识相的赶紧滚！你们走。哎呦，我老婆刚才简直太霸气了。我这么凶，你怕我怕？开玩笑，我怕什么？我老婆温柔是。林峰啊，妈。既然你的绝症是误诊，现在呢也跟小陈结婚了，那你以后啊一定要和小陈好好的过日子啊！赶紧给我生个大孙子！放心吧，我一定努力。那我先走了。好妈。不，是2个。你行。3个，加油！加油！加油，妈妈！我走了。慢点啊，有事打电话。老婆。既然你没得逞，那之前我们的条款就全部作废。现在我要重新约。第一，不许夜不归宿。第2条，不许找外边的女人。第3条，你的钱归我管。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老婆，你什么时候手气儿变这么大呀？要是有一条不对，就断你的腿。绝不违背，你放100个心。完了！一开始我还觉得我媳妇温柔，怎么结了婚，突然变成妻管严了？还有，以后去哪儿呢？要先跟我报备，做不做得到？报告长官，绝对完成任务。这下真完了，好不容易结了婚，自由也没了。如果今晚你表现得好，那我就给你发零花钱。真的？好，那我现在就回家，好好聊天。老婆，我刚起床，你人嘞？老公，我回集团处理点事情，你起床了自己吃点早餐。行，你放心吧，我肯定吃点好的。你也记得好好吃饭哦。喂，你好，林峰，是我，乔慧，老同学。乔慧，哟，嘿嘿，好兄弟，好久不见，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难得高中毕业10年了，今晚老同学聚会，来吧。今晚啊，都谁来？都是熟人。哎，对了，顾瑶也会来，她不是你上学时候暗恋的女神吗？行，那你把时间地点给我发过来。今晚7点，南城最气派的苏豪大酒店。苏豪酒店，那不就是自家的酒店吗？好，那晚上我准时到，不见不散。那行，今晚见。老婆，我晚上有个聚会，都是我高中同学，你放心哈。就在我们自家的饭店，你怎么安排的？要不要一起过来？知道了，想吃什么就让后厨去做，我忙完了去接你。林总，我来帮你巡查。马上到点了，还有谁没到呢？林峰还没来，我有个班长马上就到了。林峰？怎么还有他呀？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就属他最抠，今天明显就是想来蹭饭的。哎，他上学那会抠门，还不是因为父母走得早，家里就剩他跟他奶奶嘛，生活费都是自己勤工俭学挣的。也不知道像他这么抠门的人，现在找到你们有没有？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他可是暗恋顾瑶呢。林峰，
林峰，几年不见，你变化挺大呀。好久不见，西服都穿上了，还是好料子呢。还行吧，一般般。这身衣服得不少钱吧？看来你现在好起来了。一般般。哎，林峰，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是兄弟，真为你高兴。我现在不怎么上班，在家躺着有钱赚。怪不得，听说你傍了个富婆，原来是真的。什么富婆？谁造的呀？哥们儿，我像是那种吃软饭的人。哎，要我说，你就别遮遮掩掩了，大家都哥们儿，讲讲。哎，其实结婚，我结婚了。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哥们儿几个？就是，咱这老同学高中的时候关系这么近，你结婚都不吱一声。这事情比较突然，闪婚，不好意思啊，大家多多包涵。这样，这顿饭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我没听错吧？您请客，真是活久见。你看看，这才是爷们。我就说林峰有钱了，不会忘了大家的。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不要，几年没见又变美了。班长，你还是那么英俊潇洒。班长，好久不见。顾阳，林峰，真是你呀！我们得有10年没见了吧？变帅了吗？人都到齐了吧？都坐。哎，班长，听说你都干到副总了，咱们这些老同学就属你混得最好。金盛集团被苏氏集团收购了，副总的位置空缺，我刚好跳槽过去，过几天入职。我说新招的副总，名字怎么这么眼熟？原来就是你。斌哥摸爬滚打好几年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副总的话，工资一定很高吧？有分红吗？还好，1年的分红也就1个亿吧。1个亿！天哪，这得多少钱呀？林峰，我看你这西装也不便宜，你最近在干什么？我不怎么上班，偶尔去公司。你开公司了？没看出来呀。做什么业务的？多大规模呀？哎，你们都误会了。林峰呀，他不是开公司，他呀是找了个有钱的老婆，在家躺着就能赚钱。是吗？还能有富婆喜欢你这款的？还是你小子聪明，少走了几10年弯路，不像我，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爬。我和我老婆是闪婚，我们结婚之前我不知道她家有这么多钱的，也是领证之后才告诉我。那你今天怎么不把人家带过来？正好让大家认识认识。要是公司有什么困难，还能让斌哥帮帮你们。混账！我现在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饭碗。我老婆她工作比较忙。哟，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老婆，下班了？忙了一天没顾上吃饭呢。你在哪个包间啊？我过去蹭顿饭，顺便见见你的朋友。啊，我在那个203，那你现在过来吗？我马上到。行。怎么，弟妹也要来啊？我老婆来了，我去接她一下，你们先聊。真没想到林峰竟然傍上富婆了。当年上学时就属他最疯，没想到走了狗屎运，也不知道娶了哪家的大龄剩女。注意点，不了解事情就别乱说了。走吧，这儿。老公，累死了，累坏了。今天在公司忙了一天，想来自己饭店吃饭，想着你在这聚餐就过来蹭一个。他们都在，走吧。这位是？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婆苏锦晨。你们好。行啊你，找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你真是他老婆？怎么不像吗？不是，你怎么看上他的？我当时着急结婚，他人还不错，就闪婚了。就这么简单？苏小姐，
你家也是开公司的？愣着干什么？坐下。我想离你近点。哎，不好意思，您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说苏小姐，你家也是开公司的？多大规模？就开了几个小超市，几个餐饮，还有一些其他生意。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家族的千金呢，原来就是个开超市。开超市呢也不错。斌哥过几天就要去金盛集团当副总了，本来想着大家交换一下名片，以后生意上互相照顾一下的。金盛集团是南城那个金盛集团吗？好，对，就是刚刚被苏氏集团收购的那个金盛。那还挺好的哈。我也更是的。挺好，挺好。哎，弟妹，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家里也做点小生意，怎么就能看得上林峰呢？是啊，就算是闪婚，他也得有闪光点吧。他上学的时候呀，特别抠门儿，我们当时还调侃他以后娶不当媳妇儿。是啊，林峰，你可真是癞蛤蟆吃天鹅肉啊！怎么说话呢？给熊姐留点面子，人家以前也是有苦衷的。林峰，他们平时都这么跟你开玩笑？好吧，我之前上学的时候确实有过老同学开玩笑。不行，现在你是我老，谁都不能不给你面子。哎，我说弟妹，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林峰攥到手里？不然像你这样的，怎么可能找他这样的屌丝？我记得上学那会儿，林峰暗恋的可是步摇，不过步摇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是啊，他那个时候天天烦我，又是送水又是跑腿的。不过我从来都只把他当做普通同学而已。我喜欢的人一直是斌哥这样的男人。欺人太甚了啊！小孩子开玩笑，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这是闹着，分明就是看不起人。我不管你之前什么样，现在你是我苏锦城的老婆，在南城谁见了你都得敬三分，懂吗？你们几个什么意思？林芳现在是我老公，你们当着他妻子的面这么调侃他，不合适。哎，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他当时就是我们班最熟的。哎，好了，都少说两句，这么多年没见了，别指出人家痛处。别指出。你们有完没完？消消气，哦，干嘛呀？老同学，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老同学，你看他们哪把你当成老同学了？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是不把他当同学，还能喊他过来吃饭呀？就是，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开开玩笑，你怎么反应这么大？哎，要我说，你不会是林峰请来的演员，故意给他撑场子的吧？林峰，你说句实话，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老婆呀？怎么我们开两句玩笑，她火气这么大？就你这些老同学，以后还是别见了，多跟他们待1秒我都嫌恶心。老婆，消消气，咱犯不上和他们生气，这饭咱不吃了。呀，癞蛤蟆又带着假天鹅飞喽！我说你啊，平时看不起我，挖苦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但是我把话撂在这儿，你们谁也不许惹我老婆生气，能听明白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给我老婆立刻道歉！我们给他道歉，林峰，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凭什么道歉？是啊，凭什么道歉？我们道什么歉？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弟妹，消消气。弟妹，出了这个门，他们连见我的面都不配。看不起谁呢？我告诉你，我斌哥可是即将当上副总的，你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区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
哪来这么大的脸成天炫耀？林峰，你到底管不管你带来的这个人？他这么说就是不给斌哥面子。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坐下。我告诉你们，我家我老婆最大，你们最好别惹。你们啊，哪来的面子？能跟我老公吃饭，就是你们这辈子最大的荣幸。哎，我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我和他吃饭，还成我的荣幸了。林峰，你自己说，从上学开始，你哪一项比得过我？以前我是比不上，但是现在我有我媳妇儿，我哪一点不比你强？哈哈哈哈哈！你比我强，我没听错吧？林峰，你别以为你傍上那个所谓的富婆就比斌哥强。金盛集团知道吗？那是南城数一数二的公司，如今更是被苏氏集团给收购了，上市都是早晚的事。林峰，我看你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以前你比不上斌哥，现在你更别想碰瓷。好了，大家都少说2句吧。王浩、顾瑶，你们过分了。不是哥几个，你们真的觉得我比不过他？你拿什么比呀？行，算了，我摊牌了，我就是金盛集团新上任的董事长。这边我劝你态度好点，给我媳妇儿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你那个什么副总，我还继续让你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听。你要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那我还是南城的首富呢！啊，就你呀，连当司机都不够。就你呀，连当司机都不够格。哎呦，是不是给你脸了？马浩，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怎么跟我媳妇说话？林峰，我是不是给你俩脸了？马浩，你再敢多说一句话试试，我今天让你走不出这个门。你装什么装？你就是个吃软饭的，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哎，你住口！你刚才说什么？你真是金盛集团的新任董事长？不然呢？那他就是苏家的那位继承人，苏家的大小姐。哼，不愧是班长，脑子就是灵光，一下子就猜到了。哈哈哈哈哈！他们两个一个碰瓷金盛集团，一个碰瓷苏家。我们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干什么？林峰，你脑子没病吧？啊，我前阵子听其他同学说林峰得了脑癌，现在不会是脑子被癌细胞入侵了吧？要真是这样，那我还真不跟他一般计较，毕竟死者为大嘛！啊，林峰，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乔辉，这没你的事。现在咱们在的地方可是苏家的饭店，他们家多大势力，不用我多说了吧？你还知道苏家的势大呀？我在最后叫你们一声老同学，我也最后再重申一遍，我的确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我老婆也确实是苏家大小姐，我劝你们赶快给她道歉，这事儿就翻篇了。而且我们以后也没什么机会再坐在一起吃。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要道歉也是他先给我道歉。斌哥，消消气。林峰，你敢结合这个女人给斌哥道歉，赔个不是，斌哥不会跟您计较的。你脑子有病是吧？听不懂人话吗？你们立刻给我老婆道个歉，这事翻篇了，听懂了吗？林峰，你是要紧。小辉，这没你的事，你别管了。徐斌，你真把我当傻子？我从一进门开始，你们就开始挖苦我，看在你们都是我的老同学，顾瑶也在的份上，我不和你们一般计较。但是你们拿我老婆开玩笑，这说不过去了吧？给我道歉！你吼什么吼啊？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跟斌哥说话的？闭嘴！这里面更没有你说话的份。进。苏总，您要的酒95年的罗曼尼康帝。怎么现在才来？我现在已经没胃口。我刚听你们动静有点大，就没敢敲门。拿走吧，这几个人根本不配喝这么好的酒。陈经理，你怎么被他使唤来使唤去啊？应该的，应该的。陈凡，我说把酒拿走，听不到吗？啊，是。苏家饭店的大堂经理居然被使唤来使唤去，莫非她真是苏家大小姐？不可能，苏家的人怎么会看上林峰上的屌丝？没错，苏家可是南城的首富，他们的千金大小姐怎么可能看得上林峰这样的人？哥几个都少说2句行？今天这饭还吃不吃？不是，
我已经说过了，我确实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这么说，你还是我未来的上司，是吗？不然呢？像你这种仗势欺人、狗眼看人低的人，你也没必要入职金盛。老公，你觉得呢？我打个电话。还装呢，林峰，还真以为自己是董事长呢。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我是林峰，把最新来我们公司面试的那个副总给我拒了。闹剧该结束了，我们走，去别的包厢吃。想走没那么容易。马浩，大家都是老同学，别弄那么僵。不行，他们今天要是不道歉，就别想出这个门。喂，徐先生，不好意思，经过集团综合的考量，您暂时不符合我们的岗位，期待以后能有机会与您共事。啊！徐先生，不好意思，经过集团综合的考量，您暂时不符合我们的岗位，期待以后能有机会与您共事。啊！不是你们叫我去应聘的吗？怎么又把我给拒绝了？喂，怎么了？金盛集团把我给拒了，我还有3天就要入职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林峰，你该不会真当上金盛集团的董事长了吧？不可能，这一定只是个巧合。把你嘴闭上！今天你们要是不道歉，就别想出这个门。你知不知道这是哪儿？谁的地盘？苏豪酒店。怎么了？还真把自己当苏家的人了？陈凡，苏总，你有什么吩咐？这个人不让我走，还让我给他道歉，你处理一下。很巧，谁惹大小姐不高兴？陈经理，是他先对我出言不逊的，而且他还冒充苏家大小姐。就是这个女人，竟然敢自称自己是苏家大小姐，这不是打您的脸吗？瞪大你们狗眼看看，这位是我们苏氏集团的掌门人，苏家大小姐。什么？这真是苏家大小姐？什么？他家不就是开超市的吗？苏家大小姐怎么嫁给林峰这个废物？看不起谁呢？啊，开商场和开超市是一个概念吗？那他呢？他真是苏大小姐的丈夫？不是，哥们儿，我跟他说过了，但你不信啊。你们谁惹了祸，自己站着，立刻马上给我们苏总和林总道歉。完蛋了，招惹了苏家人，今后在南城怕是混不下去了。苏大小姐，刚才都是我眼拙，我给您道歉，对不起。怎么办？我也没想到，立峰的老婆竟然真是苏家大小姐。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苏小姐，刚才是我眼拙，您就别和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一般计较了。你该道歉的不应该是我。哎，林峰，哎不，哎林总，刚才是我的错，我为刚才的行为向您道歉。林峰，大家都是老同学，求求你帮我们一马啊！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早点给我老婆道歉，不就没这么多事了？林总，刚才都是我嘴欠，不用您弄错，我自己来。您解释了吗？林峰，看在大家都是老同学的份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一口一个老同学，我看刚才他们那个样子，可没有一点同窗的情谊啊！哎，林总，真的错了，是我眼拙，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前的事情我不记，从现在开始，咱们各走各的路。老婆，他们也道歉了，咱没有必要跟这种人一般计较。林峰，像他们姐，你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老婆说的对，亏我老婆刚才还想给你们点一瓶珍藏的康帝，现在看来完全没事的那种。哎，是，林总您教育的是。林总放心，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走。苏总、林总，你慢走。这是我们苏总现在脾气好，今天没对你们动手就算他仁慈。哎，刚才多谢陈经理好言相劝。那你还愣着干什么？滚蛋！哎，好，我这就滚。今天这顿饭吃的，啊，要搁一起。少了严重。好了，消消气，跟这群人生气犯不着。林峰，我生气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低调？你要是早点阐述你的身份，他们还敢这样对你？
哎呀，我不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好。从今以后，把你之前的习惯通通改掉，我不准你对任何人卑躬屈膝，懂吗？懂，老婆大人教育的是。老婆，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什么事我都听你。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抓狗，我肯定不抓鸡。你听我的话准没错，而且现在你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还是我苏锦城的丈夫，你要努力配得上这个身份。好，我一定努力配得上苏大小姐董事长的身份。从明天开始呢，我就当你的贴身助理，教你怎么治理公司。不过你要是敢偷懒，说不定哪天我一生气就直接把你休。我一定努力奋斗。记住你的身份，金盛集团董事长。你的一言一行呢，都代表着公司集团的形象。一言一行代表公司形象，行吧？这才行，才配得上你一句临走天地。老婆，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走，回家。哇塞，老婆，该说不说，你这套礼服太好看了。正好，现在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当董事长。那我接下来给你讲讲自己以后的职责。董事长呢，是一家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负责制定战略、监督运营，同时也代表整个公司对外的形象。前两个呢，你一时半会儿可能学不会，但是形象上一定要过关。从今以后，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整个集团，所以出门在外，说话呢要先过脑子，不说废话，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懂吗？懂。一会儿有个商业酒会，你作为南城的小企业家受邀参加，是个锻炼社交、拓展人脉的好机会。我带你去见见世面。酒会啊，那是不是得喝酒？好啊，我酒量老好，我肯定能给你灌醉很多人。我带你不是去拼酒的，是让你锻炼社交的。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好好打扮自己。衣服呢，是男人的脸面，一个好的外形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从现在开始呢，你不是以前那个屌丝了，你现在是金盛集团的董事长。啊。这个不错，换这个试一下。不错，就这件了。好，记住啊，今晚不是去拼酒的，是带你去拓展人脉、锻炼社交的。还有，你现在代表的是整个金盛集团和我苏锦城的理念。明白，绝对不给我老婆丢人。拿着，这个样子。待会儿要是有人过来打招呼，想好了再回他。语速呢，不用快。老婆，我是有点紧张，就手心全是汗。紧张什么？有我在，谁敢造次？那是苏家大小姐吗？她怎么来这种小场合了？你没看她身边挽着新姑爷呢，应该是带新姑爷来见世面的吧？我听说那男的是个暴发户，待会儿等着看笑话好了。不用理这些人，他们说什么你都不用在乎。我知道。苏总，好久不见啊！王总，真没想到你也来这儿了。我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苏总来这个小地方参加酒会啊！想必这位就是林峰林董事长吧？还真是年轻有为啊！王总过奖了，老公，这位是宏达集团的王海泉，王总。王总，幸会。林董真是好福气啊，能娶到苏总这个贤内助。不知林董之前在哪里高就啊？看来对我们这个圈子还不太熟悉。王总，您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一个新人，还需要向您这样的大佬学习。不像王总您，已经在商场里面沉浮了几十年的时间，经验丰富。对了，王总，
我听说您的公司最近在城西那个项目上，环保出了一点小啊。王总，是这样的，我呢正好前几年在这些案例上有些处理的经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们私下随时可以交流。王总，虽然说我们金盛集团近期有些小的变动，不过在资源整合还有处理这些问题上，还是有新的见解的。城西的项目被调查，我从未公开，这小子怎么知道？哎呀，林总真是消息灵通啊！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向林总请教啊。请教谈不上，互相学习。那好，你们先玩，我先试背一下。表现不错啊，知道对方有敌意，就找准机会惊他一局。嗨，还不是我老婆教的好，现学现卖。好久不见，这位就是你的新婚丈夫吧？动作真快，听说是闪婚。周公子，你有事？没什么，我只是好奇林公子究竟使了什么手段，能让我们眼高于顶的苏小姐甘愿下嫁？不知道林先生是靠什么打动景琛的？周公子，打动一个人呢，需要付出的是真心和缘分，不是什么所谓的手段。周公子，这是我和老婆的家事，不需要外人费心。真心，这年头真心值几个钱？林先生，你只不过是运气好，捡个漏。没有苏家，你什么都不是。周公子，您说的对，景琛对我而言有知遇之恩，所以我感激他，珍惜他，爱他。难道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反观周公子你，似乎对他人的家事很是上心呐。牙尖嘴利，希望你的口才配得上你的能力。我们等着瞧。怼得不错，我早就看不惯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这还不是不想给我老婆丢人吗？不过这个周公子没安什么好心啊。老婆，那位是？圣孙，商圈有名的大佬。走。郑老，真没想到你也过来了。哦，小陈丫头，好久不见。这位就是你找的夫婿。啊，郑老您好，晚辈林峰。小伙子，我听说你以前的故事，大起大落还能保持本心，实属难得。你可要好好对待小陈，他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郑老，您放心吧，我会的。你这丫头眼光比你爸强，山海沉浮，机遇和风险并存。记住，无论走到哪一步，本心和担当才是立身之本呐。谢谢郑老的教诲，晚辈一定铭记在心。好。郑老的资历比我爸还好，在商圈可是出了名的大佬，能得到他的一句认可，可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说我老婆怎么主动握手？面对长辈，当然要懂得尊重和谦卑了。知道。唉，这有钱人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呀，时刻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面对王海泉的刁难，周文轩的挑衅，以及郑老的卡价，立场。嗨，那还不是因为我老婆在吗？我老婆教得好，我还不想给我老婆丢人。不过老婆，我看那个周公子不是什么好人。周文轩是周家的人，周氏集团一直是苏氏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当年我爸在的时候，他们就想压我们一头，结果10几年过去，我们苏氏倒是压了他。商场如战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埋。我宣布，酒会进入自由交流环节，请各位美女帅哥自行寻找自己的舞伴。会跳舞吗？会跳舞吗？广场舞3。不会没关系，我可以现场教你。搂着我的腰，手这样子，然后呢，我迈哪只脚你就迈哪只脚。来，3、
啊。老婆，我有点紧张。紧张什么？当他们不存在，随心所欲，加油！去，给我好好查查这个林峰，从出生到现在所有资料，我就不信他没有一丝破绽。是，周总。暴发户而已，嘚瑟什么？幸好不是攀上苏家，你小子算个屁！没错，哟，沈夫人你也来了，苏小姐也在啊。王总说的没错，林峰他就是个暴发户，什么本事都没有。他就是个没什么本事的小高管。这种场合啊，要不是苏锦城，他连进都进不来。我也在纳闷，苏家小姐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人当老公啊？他苏锦城是什么人啊？肯定得找一个好拿捏的呀。不瞒王总说，当初啊，苏锦城和这林峰闪婚，就是因为林峰啊没本事。为了谋夺苏家的财产，苏锦城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林峰只是个棋子罢了。都知道沈夫人和苏家二小姐和苏锦城这个大小姐不对付，今天看来是有好戏看了。哎呀，苏家的家事，王某还是不知道为好啊。听说王总的公司最近面临危机，不如跟我们娘俩合作怎么样？哦，沈夫人这是要跟我谈合作？我可以给你的公司注资2个亿，但是需要你帮我办件事情。当然好啊，您说。搞垮金盛集团。搞垮金盛？沈夫人，金盛集团可是刚被你们苏氏集团收购，你让我搞垮它？再说背后有苏氏集团撑腰，我有天大本事也搞不垮呀。这么说，你甘愿被金盛集团强压一头？那倒不是，金盛集团本来就是我们最强的竞争对手，今年我们好不容易赶超他，却没想到他又被你们苏氏集团收购了。所以说你不愿意被金盛集团强压一头？是不是？我要如何相信你们？王总，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们可以把金盛集团的把柄送到你的手。我们暗中调查过，金盛集团有批建筑材料不合格，王总你只需要站出来爆料就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沈夫人这是想让我做出头鸟，我要怎么相信你？我们现在呢手里有份证据，可以证明这批建筑材料已经流入市场，旁人不知道。这也是王总您搞垮金盛集团唯一的机会。趁着林峰什么都不懂，给他点颜色看看，要不然等苏锦城帮他站稳了脚跟，再想对付他就难了。您确定证据确凿？当然。好，我们可以合作。这是金盛集团的采购清单，他们生产的钢材偷工减料。怎么样，算不算证据？就当给你的见面。算，但是今天这个场合不太合适啊。怎么，王总，你害怕了？哎呀，我怕，我王海泉还没有什么时候怕过。今天虽说是一个小酒会，可是来的哪个不是商界有头有脸的人？虽说一份购物清单不足以搞垮金盛集团，但是让林峰丢人足够了。王总还要把握好机会。今晚这个场合的确是让林峰丢脸的好机会，搞垮金盛倒谈不上，但是你们给的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确实有用。好，那王总以后有什么需求尽管开，我们再去别处逛逛。妈，
干妈要把那份清单送给他呀？我看他好像不像要帮咱这样的。送给他比放在我们手里有用。宏达是金盛最大的竞争对手，现在把证据交给他，我就不信这姓王的能沉得住气。记住，永远不要把风险给自己。这件事情只有他爆料才最合适。原来如此，走，我再带你去见一个人。周大公子，好雅兴。今天怎么没带自己的舞伴呢？我的舞伴不就在沈夫人？周公子，沈夫人今天怎么那么有雅兴，来参加这种小酒会？这不是听说周公子来了，我们慕名而来。周公子今天来，该不会只是为了看别人跳舞吧？什么意思？周公子想必是来找林峰的吧？好，我问你，苏景辰为什么会找这么一个男人？想必周公子也很惊讶吧？谁知道姐姐怎么想的？放着南城这么多富家公子哥不要，却偏偏选林峰这个废物。你们也是苏家人，告诉我为什么？其实啊，苏锦辰闪婚只是为了要继承苏家的家产，至于她嫁给谁不重要，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看来我在苏景辰眼里，我还不如林峰这个废物。整个南城谁不知道周公子爱慕你，但是姐姐却对您冷眼相待，这简直是对您一种羞辱啊！实不相瞒，我觉得周公子您才是和苏家联姻的最佳人选，咱们两家才是门当户对。可是苏锦辰根本就不听我这个小妈的话呀！苏景辰真是欺人太甚。好啊，从今往后，我与金盛集团势不两立。只要有我在，金盛集团就别想做大做强。就算金盛集团背后有苏氏集团撑腰也没用。哎呀，周公子，您消消气，干嘛跟林峰那个废物一般计较啊？是啊，周公子，林峰那种废物根本不值得您生气。开始。老婆，那沈林和苏雨薇他们怎么来？他们来干什么？和那个周公子凑在一起。我已经警告他们离开南城，他们最好别闹出什么幺蛾子。我看啊，他们几个凑在一块，肯定没憋什么好屁。是你刚当上金盛集团董事长，他们奈何不了我，就只能往你身上使。没关系，他们拿不住我身上的手。各位，趁着今天这个盛大的酒会，我有一件关乎于咱们南城商业声誉、关乎于在座各位利益的大事要宣布。王海泉喝这么多酒，上台闹什么幺蛾子？我看他没喝多，酒壮怂人胆。别着急，看他手里拿的什么。这难不成冲？在座的各位商界同仁，今天我王海泉在这里要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内幕。酒壮怂人胆，有好戏啊！我要揭露的内幕关乎于建筑业底线，关乎于合作伙伴的诚信。到底是什么？王总，你快说呀！对呀，快说！有人偷工减料，这家偷工减料的公司就是林峰林董事长所在的金盛集团。金盛集团不就是刚刚苏氏集团收购的那个吗？偷工减料，这要是用在楼盘上，可是要出人命的。新任董事长不就是苏家那位女婿吗？刚接手就出这样的事儿。别着急，看看他接下来会说什么。看他演戏吧，这假的真不。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份文件，就是金盛集团近期的一批钢材的采购清单和质检报告副本。报告显示，这批即将投入使用的建筑钢材
质量远低于国家标准，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我想请问林董事长，你作何解释？你刚接手金盛集团，就为了压缩成本、罔顾安全，做出如此黑心之事吗？你将合作伙伴的利益置于何地，又将普通民众的安全置于何地？这下看李峰怎么办。今天到场的大都是南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林峰肯定应付不了。没想到这个王海泉平时那么怂，今天这么大胆子。曹总，不是谁的嗓门大，说的就有道理。你这手中那个所谓的证据来的真是时候。你什么意思？想说我污蔑你？大家看，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铁证吗？各位，我林峰虽然说接手金盛集团没有几天，不过我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抓企业的治理，重塑企业信誉。不知道王总，我们公司的内部清单怎么跑到你手里了？你不用管怎么到我手里的，这上面可是有你们公司的印章，你认不认？哎呀，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王总，您手中的这份清单是不是 JC 开头，2号015？是又怎么样？那我想请问一下王总，您的质检报告的出具日期是几号？今天？今天？那就奇怪了。我很早在审核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批货的供应商存在的质量问题。早在3天前，我亲自下令终止合作，货款全部追回。这刚才根本就没有流入我金盛集团的仓库，又谈何投入使用？终止合作？那质检报告哪儿来的？货都没进来，怎么检测啊？你胡说！你说终止就终止了，谁能证明？证明了退款揭露公司内部文件、供应商的终止合同，我一应俱全，随时可以接受公开的查验。倒是王总手里拿着这一份根本不存在的证据，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公然污蔑我金盛集团。王总，你是我。王总，您究竟是被人蒙蔽了双眼，一不小心当了传话筒，还是说有心为之会构陷？王总，如果说您被人当了枪使，那您诬陷陷害可不仅仅是我和金盛，也将您自己推向毒路。构陷他人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王总，你怕不是被当枪使了吧？你是不是喝多了，糊涂了？林董，苏总，我喝多了，一时糊涂，被小人蒙蔽了，没核实清楚，向2位郑重道歉。您和集团造成的生产事故，我一定尽力弥补。表现不错，这王总啊，肯定是被沈明当枪使了，这样就说明他就王总。商海沉浮，谨慎为先。这件事我可以暂时不计较，但是希望能够给您一个教训，也麻烦您帮我转告一下你的幕后之人，有什么手段尽管向我来，别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感谢林总，感谢林总宽宏大量。看来还真是小瞧了这废物。妈，现在怎么了？刚刚那些人就在朝我们这边看，怕什么？一次失误而已。只要我们抱好周文轩这个大胆，连苏锦辰拿我们也没办法。周总，这是您要的关于林峰的全部资料。很好，林峰，你的破绽还是被我逮着了。
刚才啊，精彩！林董事长临危不乱，口才了得，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化解危机。你也在场，你的舞伴呢？林董事长刚才的表演简直无可挑剔，还能瞬间揪出幕后黑手。看来苏小姐显人的眼光不全是出于利益考量。周文轩，你什么意思？没什么，刚才那场闹剧只不过是开胃小菜，我这儿还有更劲爆的东西。我警告你，小心玩火自焚。苏小姐，玩火自焚的是你老公。各位，我这儿也有个有趣的东西想给大家看看，关于苏氏集团乃至整个商圈的未来格局的东西。我手中这份是金盛集团，准确来说是苏氏集团前后收购金盛集团一些有趣的数据和资金流向。苏氏收购金盛集团时，表面上资金是来源于旗下的合规资金，但是大家不觉得奇怪吗？如此庞大的基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度完成，而且恰好是在苏小姐与林先生闪婚之后，这真的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吗？还是假借婚姻关系进行呢？周文轩这一招可比王海泉高超得多，直接触及了商业伦理和法律的红线。资金来路不明，利益输送，这要是真的，那可是天大的丑闻啊！周公子敢这么说，手里80%有实质性证据。周文轩，你这是诽谤！苏氏集团所有操作都合法合规，经得起任何挑战。合规？苏总，您别着急否认，我来向大家展示您收购金盛集团时的一些细节。我手中这份资料是苏景晨小姐与集团内部通信内容，里边明确说了要不惜一切代价促成收购，并且还要利用非常规手段让林峰成功接手金盛。请问苏小姐，这真的不是内部操作，为林峰铺路吗？请问这对集团其他股是否公平？周文轩，你伪造证据，这些邮件我从来就没有用。伪造？苏总，你敢发誓吗？你收购金盛集团时没有携带任何私人感情，没有给予林峰这个废物任何超出常规的便利吗？周文轩别给我挖坑，怎么说都会掉进他的话术。还得是周公子一出手就直击要害，看苏锦辰怎么。苏小姐，你敢吗？我凭什么要发誓？你手里的材料不过是伪造的。他不需要发誓。周家小子适可而止吧。郑老这老家伙，刚才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郑老，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揭露真相。哼，真相？你所谓的真相，就是靠伪造的邮件和一些断章取义的事情拼凑出来的吗？苏氏收购金盛，我这个老头子是在场的。郑森在场，苏锦辰这臭丫头怎么请得动他的？难道苏锦辰早就预料到有人会这么说了？诸位，别的我不敢说，但是关于小陈是否因私废公，我可以用我郑森一辈子的名誉做担保。小陈或许在婚姻上选择了闪婚，但是在商业抉择上，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和严谨。苏氏收购金盛是经过更加严格的评估和董事会决议的，他本人还亲自来向我请教过。他们看重的是金盛的资产和潜力，至于林峰和他毫无关系。郑老的声誉在南城商界可是金字招牌，他的话谁敢不信？就是我信郑老。倒是你周家小子，为了打压对手，如此不择手段，造谣生事，混淆视频，你这是在侮辱现场所有人的智商吗？郑老，我住口！你如此败坏你们周家百年积攒的声誉，你父亲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这副模样，会作何感想？完了，有郑森这个老家伙担保，仅凭周文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因为我够了，收起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把戏。今天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你要是想为你周家留最后一点颜面，立刻向小陈和林峰赔礼道歉，然后离开。道歉？
凭什么？我郑老，您说的对，这场闹剧是时候该结束了。我不需要你的道歉，你的道歉对我而言一分不值。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立刻马上停止对于我妻子以及我旗下集团的污蔑和攻击行为，否则后果自负。林峰，你只不过是个吃软饭，你凭什么教训我？我宣布，从今天起，苏氏集团与周氏集团及旗下相关公司所有业务终止。从今以后，苏氏和周氏正式成为对手。苏小姐，这可是你说的，我们走着瞧。郑老，多亏了你。谢谢。是你们自己争气。林峰反应迅速，应对得当；小陈沉稳大气，信任丈夫。你们夫妻同心才是最重要的。我只不过是看不惯某些人依仗着家世胡作非为，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经过今天，相信林峰在南城商界是真正的站住了脚。以后你的肩上挑的担子会更重，目光要放得更长远。张老，谢谢你，晚辈一定铭记于心，谨遵教诲。这个周家小子今天虽然颜面尽失，但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明白，商业场上的战争我们不怕。张老，你就放心吧，我会尽快的整合我们公司的资源，提升竞争力。同时，我也会帮助我老婆，让她在苏家站稳脚跟。好了，今天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郑老，您慢走。慢走。好。小妈，戏演完了，演员也该落幕了。锦晨、李峰，刚才多亏郑森主持公道哈。演员演完了，我们也该谢幕了。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演员啊？别装傻，刚才王海泉手中那些所谓的证据，你给的吧？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啊？你真当别人都是傻子？王海泉绝对没有任何实力拿到公司的各种清单，这只能说明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两个跟公司内部勾结。前2天我就得知你们和吴强私下取得了联系，恰巧他刚刚在天上被捕。苏锦晨，你竟然私下调查我们，你这是侵犯隐私！比起你们勾结外人，企图破坏自家产业，伪造窃取公司内部机密文件，这些罪名哪个更重？这些罪名哪个更重？要不我帮你们俩报警？误会，都是误会，都是那个周文轩，是他逼我们这么做的。不，自从你小三上位嫁到苏家，把我妈赶走开始，你就一直处心积虑为你女儿谋划，还挑拨我们父女之间关系，甚至私下转走家族资产。你以为这些都是我？你还趁着我父亲病重的时候篡改遗嘱，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听不懂是吧？那我就说点你能听懂。苏总，这位是张律师，说点他们能听懂。本来我想看在父亲的情分上，只想驱逐于你们的利益核心，让你们安分守己。可你们不思进取，反而变本加厉，甚至结合外人，想搞垮苏氏集团。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张律师，念给他们听。是苏总。沈丽女士、苏有为小姐，我现在受苏锦晨女士与林峰先生的委托，正式向2位送达以下文件。这是2位过去5年间通过非法转移和侵占苏氏集团财产的证据链复印件。过去5年，您2位非法转移和侵占苏氏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财产共计约25亿7千万。你胡说，这些是我应得的。沈炼，到现在你还在狡辩。沈女士，证据链中的每一条都违反了苏老先生临终遗嘱的
普通条款和苏氏集团章程。这份是苏氏集团董事会根据上份文件做出的剥夺二位在苏氏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所有权益及分红权的决定通知书。最后这份是对二位的正式起诉书。姐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看在父亲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我是真的不能坐牢呀。锦晨，我知道错了，这一切都是我做的，跟薇薇没有一点关系。她还小，什么都不懂，你要告就告我吧，求你了。现在知道球了，当初你针对我和我妈算计苏家资产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今天？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我们报警，你们下半生在牢里度过。姐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第二，你们签一份声明，自愿放弃所有的权利还有资产，从此和苏家再无瓜葛。签了字，之前那些钱还会给你。但如果你们再敢针对苏家，严惩不贷。如果选择了第2条，你们还违背的话，我不介意亲手帮我老婆把你们送进监狱，让你们下半生再无自由。我们选第2条。你考虑清楚，签了合同可就不能再后悔了。我选第2条，只要你不送我们去坐牢。协议即刻生效，请二位遵守协议，好自为之。我会派人把你们送走，从此以后南城不要再回来了。是，我们不会再回来了。你们2个好自为之。妈，你没事吧？愿赌服输，我们走，离开南城。老公，我这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这1个月以前，我还是为了家族遗产，不得不找个绝症的人做老婆。这现在家产稳了，绝症似乎变成了靠山。哎呀，那老婆，我这场梦似乎更离谱。从一个自以为命不久矣的倒霉蛋，到一夜暴富的挥霍者，再到我莫名其妙就成了你丈夫。但我没想到的是，真的让我找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那林董事长，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什么规划？这首先当然是做好我们苏锦晨大小姐的丈夫，其次当好董事长，不能给我老婆丢人嘛。这最后嘛，哎呀，这个最后我觉得我得加把劲儿，晚上努力，不能让咱妈抱不上外孙啊。老婆，What should I do? Please don't